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在这个地点是在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发生了一场大暴动。一场是由 Z 世代青年点燃的这一场怒火，现在在全国火速的蔓延当中。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一开始只是透过社群的号召，那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觉得自己日子真的过得很苦哦，就是长期的没有水又没有电，然后生活的不好。结果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政府还要求他们年轻人为退休金来买单，终于是完全的点燃他们的怒火了，所以也变成了一个全国的暴动，警民发生冲突，然后可以看到在当地有纵火啊等等的事件。那警方甚至出动了催泪瓦斯、警棍啊，开火镇压，被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说这个叫做反应过激了啊，怒批他们。那另外年轻人手上还举了这个，大家可以最近在国际新闻上常看到这个海贼王旗，画面上我们看到哦，很多的国家现在Z世代年轻人都会举类似的旗帜，意思就是反压迫、要自由、拒绝贪腐。那其实海贼王旗我们在节目上也常常提到，这些国家最近掀起的抗议活动，从秘鲁到印尼到尼泊尔到今天的马达加斯加，怎么回事啊？都是 Z 世代，他们都在抗议。那这一场的抗议活动，当然也波及到了许多的华人，又是华人。中国超商这一次又再次的被纵火，这一次的损失也非常的惨重，高达了5、6千万人民币，大约是840万的美元。那在这个中国超商的附近，有100多位中国人，他们也聚集在当地居住哦。那他们第一夜的时候，一开始是吓一跳，不敢出门。第二天他们干脆就集结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就一起请了保安跟军队，直接荷枪实弹，就是围在他们自己的住家的门口，要抵抗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一场暴动造成了22死，数百人受伤。本来只是一个小示威，变成全国性的大暴动、大骚乱。它的背景是这样，就是说。他在开始发动反政府的游行的时候，连我们华人那个商人都很支持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思敏，早上6点到晚上6点，你有水有电；到了晚上6点到隔天就没有水可以电。过一个礼拜又再轮过来，你生活秩序完全打乱。为什么？长期的政府腐败嘛，就是水跟电，我们基本的需求，所以年轻人 Z 世代上来。他们当初还没有拿海贼王的旗，他还没有跟印尼跟那些尼泊尔的这些青年们连线的时候，他们认为说我们只是我们的需求而已啊！你政府怎么可以长期数十年来啊，我们的基础建设这么差？他们怀疑这个钱都不知道被谁用去了。所以说，当开始的时候受到老百姓很大的支持，可是你知道最后这个游行已经变质了，变成什么？变成游行人来打劫有钱人，你也了解，就是说，等于是说我们是被剥削的一方，那我们再去剥削别人，谁被剥削？华人嘛。对。为什么华人在那边开的成衣厂？我跟你讲，那老实讲一句，促进马达加斯加的那个很多都是从大陆去的，现在总损失已经到达了800万美金，所以你知道当地的华人。的这个商人，他必须要雇佣当地的，不是流氓啊，雇佣当地的警察，跟军队来维持治安。所以我就认为说，这个也一方面也凸显出来，就是说，华人在全球各地都是勤劳成功的象征，但是在面对的暴力的时候，华人总是最无助啊，也是无辜的一群。那马达加斯加总统他已经亲自道歉了，可是道歉不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在首都这个地方，老实讲，都这样停水停电，那整个国家又将会是如何？我觉得他今天这个暴动已经造成22人死亡，他应该会比尼泊尔那个还要严重。为什么？因为他的问题不是短时间抓贪腐那么简单可以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会引起更大的关注。老师有没有关心到这个马达加斯加非洲这个国家？马达加斯加的话呢，我很熟了。40几年前我在东海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里面就有这个侨生呢，是从马达加斯加来的。后来的话呢，更进一步关注他们不完全像非洲黑人了，他们也就是讲法语的了。他是法国殖民地的，也非常大，是全世界前3大的岛屿了。这个里头的话有3件事非常值得注意了。第一个是长期执政贪污腐
腐败不断啊，而且在长期都有这种贪腐团体来执政，大家人民很容易产生的这种排挤的效应，这是一个大家对于这个政府。然后第二个 Z 世代的青年人是借助网络的发达，大家得到的讯息啊，各方面来讲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生的不得好生啊，死的话呢不如好死，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容易发生跟上次尼泊尔的情况非常接近啊，就是意想不到的这种国家，原来长期的话呢，这个强制下能够维持的非常稳定，现在这个稳定也维持不了。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说明了这个世界上当中，因为网络的出现呢，就是导致啊，你刚刚干哥讲到那个华商啊，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啊。这个最主要的华商不管在哪里啊，他们基本上的话做生意赚钱的话呢，跟当地的政府结合了。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了啊！你在东南亚也是一样的情况。那所以说，当地的人要产生暴乱的时候，都会找华商出气了。华商成为一个被出气的重点，等一下请委员来带我们看。另外就是为什么都是 Z 世代，然后在这么多的国家，刚刚提到秘鲁、印尼、尼泊尔到马达加斯加，同一个时间内，委员怎么看？对，所以大家都称这一波的浪潮叫做海贼王革命。就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浪潮，从秘鲁、印尼再到尼泊尔哦，我帮大家回溯一下，在15年前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其实非常的类似。阿拉伯之春是发生在2010年的这个年末，一直到2011年初，从当时突尼西亚开始引爆的。那个时候叫做茉莉花革命，所以从突尼西亚的茉莉花革命，然后把突尼西亚的政权把它颠覆掉完之后，接下来就一路波及到这个埃及，所以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就瓦解了，然后到了利比亚的格达费就下台了，然后到了也门现在在内战哦，然后到了叙利亚，这个阿塞德政权也面临了挑战，然后从此就陷入内战，然后到最近这个阿塞德就败走了，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个阿拉伯之春哦，我只念了这几个国家，还不止这些国家。其实大部分的阿拉伯世界都受到了波及。那么你看当时的这一波浪潮，你再看这一次的这个海贼王革命，其实我就开始在思考说，它恐怕不见得只会在秘鲁、印尼、尼泊尔或者是马达加斯加了，因为它马上就会成为另外一个浪潮跟另外一个运动了哦。那么什么叫做 Z 世代？Z 世代是在1997年到2012年之间出生的，我们叫它叫做 Z 世代哦。那么这个 Z 世代又叫做数位原住民，所以这些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是滑手机，就是滑平板的。所以你说他们透过社群媒体来动员，这一点都不意外。可是各位要知道，社群媒体的影响力是无远弗届的哦。你说你阿拉伯之春当时还在阿拉伯世界，因为你要传递这个讯息啊，你要动员，你要得到更多的资源，你可能还要有一些地缘关系的协助吧。可是现在不是哦，现在你看到的是从秘鲁哦，南美跳到印尼、东南亚，跑到尼泊尔、亚洲，现在要跑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所以这代表说这个运动恐怕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哦。那么接下来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如果有面对同样状况，就年轻世代的不满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顶点的时候，可能都会因为这一次这几个国家的这个海贼王革命而给了他们更多的灵感跟更多的激励，让他们也一起走上街头了。所以曾经有人说过，就是说一个国家里头真正稳定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力量，除了中产阶级之外哦，你能不能够让年轻世代满足他们的生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了。就如果他们不满足，那么接下来马上就是无穷无尽的这个革命的这些运动出现了。那至于说为什么要用海贼王，大家觉得很奇怪吧？为什么要用海贼王？海贼王是1997年画的。那个时候就是 Z 世代的第一年嘛，然后海贼王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那个海贼这个船上的这个船长叫做鲁夫啊，就那个鲁夫船长跟他的草帽伙伴们一起去追逐梦想，一起去解放什么被压迫者的故事哦。所以 Z 世代这次之所以会用海贼王，不是随便拿个什么旗子挂起来的，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代表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就是追逐梦想，他们的精神就是要推翻专制，他们的精神就是要打倒这个政府的这个腐败，这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啊。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把海贼王这个标志拿出来？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这里的。